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4月14日啊，今天是星期几我也不知道了，好几天都没录视频了啊，也没怎么看这个日期。那么我前面呢上这个 YouTube 啊，我看到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啊，他说出来聊几句吧啊，他说好几天没看到了啊。这个网友呢就是我之前发视频的啊，就他之前买了 MSTR 股票的。亏钱了，他说。那么今天呢，这个股市大涨，然后他就出来了啊。我想他大概又高兴了啊。那么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 MSTR 差不多是在140多美元，我认为它的成本区间呢应该是在120多美元啊。那么现在它应该盈利10%几，所以呢，我觉得他可能心情又变好了，对吧？那其实，在之前我的视频里面呢，我也讲过啊，就即使在这个股市下跌啊那样的一个情况，我还是很大胆的，对吧？坚持我的这个判断啊，我说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啊，就是可以逐步的去买进的啊。那么现在当然了，这两天涨了，什么比特币也在涨，那么比特币相关的这些股票也在涨，其他的股票其实也在涨啊。那么所以呢，大家都挺高兴的，对吧？因为大家都在赚钱啊，那我也挺高兴的啊，我也在赚钱。那么我想我的频道的观众们啊，大部分的也都在赚钱，对吧？所以就挺高兴的啊。那么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我主要想聊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啊，他到底能不能控制美国的股市啊？因为之前其实我的很多视频，我都一直在分析啊、研究啊美国的这些股市，对吧？那么前几天这些川普一会儿发一个什么推文，一会儿发个什么推文，这股市就产生巨大的这种震荡。那么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些会怀疑我自己的判断，对吧？有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所以我就更多的我就研究啊，这个川普他到底能不能控制美国的股市？就这个美国的股市，难道就真的是靠他的这个推文什么，他就能够影响吗？那么总的来讲呢，我认为啊，他是做不到的，就他是不能的，因为现在这个股市涨起来了什么的，就是改变了啊一些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我后面呢，我会慢慢给大家分析啊。我先和我的网友稍微聊几句啊。那么这几天呢，其实因为一些原因吧，就是比如说我在这里晒太阳，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6点了，但这个太阳还是很强啊，这个地中海这个太阳。而我的皮肤呢，因为这个太阳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很痛苦啊，所以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在旅游，旅游的途中呢，我也看看书啊，然后打打游戏啊，我就基本上没怎么去看股市啊。就我看的那些书啊，什么都是好多年以前的，和这种股市啊、金融相关的，和现在没有什么，不是当下的这种热点啊。那么我主要呢也是想研究一下，就是这个这个时代啊，是否真的会有所不同，就是导致这个川普总统他发两个推文就能影响股市，对吧？就能够改变股市。那么我现在呢，其实就坐在这个树下的阴影下啊，因为所以我就没戴墨镜了，我要戴一个眼镜。然后最近我还配了几副眼镜啊，又配了几副新的眼镜。配眼镜也导致发生了很多问题啊，就一会儿这个眼镜，因为这副眼镜啊也是新配的，它跟我过去眼镜风格很像，对吧？就是一个黑框嘛，所以它没有什么大的改变，配起来就很简单。后来我又配了一些新的那种这种金属框的钛的什么那种镜框，这个镜片啊就配了看不清楚啊，又要去做一些什么特殊的定制，反正来来回回也搞了很久啊，也搞了很复杂。那么总之吧，反正生活中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对吧？啊，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啊，还是把这个话题谈到这个股市。接下来我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啊。
首先呢，就是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川普总统真的能不能影响股市，对吧？因为我过去的论点就是我过去的这个分析，我对这个美国股市的看法，我一直觉得在去年，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是战争啊，是俄乌战争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啊，因为俄乌战争不管怎么说，它真的是影响了黄金的价格和世界对这个黄金的这种看法啊，就可能过去什么央行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采购，对吧？就后来这个俄乌战争开始，其实也不是说是川普他一个人决定的这个俄乌战争能不能停止，对吧？因为他在当选的时候，他说我一个电话我就能让俄乌战争停下来，到现在也没有停下来，而是这个战争产生了阵营啊，这个战争产生了阵营，就是有支持乌克兰，有支持俄罗斯，然后有盟友啊什么，这个让世界的这种经济的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会导致啊这个股市上的或者说货币上的很多这种不确定性的东西出来啊。那么放到现在也是的。那之前这个一会儿伊朗战争什么说要谈了就涨一点，一会儿说什么又要打了啊又要跌一点。我在想，这个真的就是因为他的言论导致的吗？就所有的卖方，对吧？就这些股市所有去卖出这些东西的人，他的心态是什么？就像川普他说这个话，我没有卖啊。他说什么一会儿我要打了，一会儿我要怎么了？我没有卖，我是在买。就我看到这股市跌下来了，我看到这个比特币跌下来了，这些数字货币跌下来了，我在买。我上次还说我买了一些狗狗币，对吧？那么卖的人是什么心态啊？所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觉得美国总统，或者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股市，最多就是说他能短暂的影响。它短暂的影响其实是一种蝴蝶效应，不是说他直接的说我今天要让股市涨，你快给我拉盘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蝴蝶效应，就是说它就像我前面说的，战争产生了盟友，产生了这个双方的一些这种政治势力的这种变化，它导致的。那么这个俄乌战争也是的，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在美国股市的一个高点。很多股市的一个高点，各种各样的指数都在高点，所以呢，就是要让这个市场一下子冷却下来，或者说要让这个市场跌下来，总需要一些理由，或者说顺着这个理由能够引起很多散户啊，像我们这样的散户的恐慌，对吧？就愿意把股票卖出，因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你买一个股票，就像那个，我就拿那个之前那个朋友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它是$120的$130这样的一个成本价，它跌个10%，他没感觉的，跌个20%-30%，他可能就会有感觉了，他就开始慌了，然后再加上市场上一堆什么要这样那样了，巴菲特又出来说话了，那么他的心态上是很容易产生恐惧的，那么他就愿意把这个筹码交出来，把这个股票卖掉。包括之前我有一篇文章，我说，美国股市改变了啊，什么散户开始做空了，散户开始什么就是卖出了，没有再像过去买了。那我当时就提出了质疑。那写这个文章的人，我想问他，那散户卖出谁在买呢？散户也不可能卖出以后没人接盘，没人接盘，这股票就一直没人买，对吧？所以说肯定还是机构在买，或者说更大的鱼啊大户他在买，对吧？庄家他在买，他买了以后他开始拉升，对吧？他不管怎么样吧，其实每个人啊，当他的跌到一个他心里难受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只是看心态啊，就有跌到他这个位置，他会交出他手中的股票的，就像那个我最近我一直打游戏啊，我一直去外面旅游啊，我就不看这个股票。不看股票的原因，其实我是怕什么？怕我会补仓，怕我会去买，
我并不是说我要去卖，我是不会卖的，因为我完全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啊。但是呢，我很害怕补仓啊，我觉得手万一控制不好啊，你看这个位置啊，是不是太低了？我再去补仓。但大家都知道啊，就我的老的网友都知道我是不补仓的，所以我不太愿意去补仓，对吧？我就控制啊，就不去看。那么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做到，就是几年的什么心态做的特别好，是吧？所以我也只能够靠这种外力啊，去分散我的注意力，去通过什么旅行啊、美食啊、玩啊什么的，就不要去专注，对吧？那么我觉得呢，真正的这个市场好得起来，好不起来，就这个股市靠的还是什么？还是就是呃，这个就你买的公司的本身和这个市场变化怎么样？其实就像这个伊朗和这个以色列、美国这个战争啊，伊朗就说什么通过什么海峡，他要收比特币啊。那我相信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原因会让大家去买这种比特币和数字货币，不光是伊朗，就我觉得很多个国家啊，就当然有的是更多的愿意买黄金了，对吧？但是比特币这个东西正在进入更多的人的这个就是眼里面啊。那么像我也是的，我上次我说了，我就买了一些，但我买的不多，对吧？但是我会逐渐的，我慢慢考虑，我会去买一点啊，但这个比例不会很大啊。我更多的还是相信，就是说在股市上啊，当然了，但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你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做对冲也是挺好的啊。为什么呢？就像这个比特币，其实最近它最低的时候，它一直是在6万7、6万8左右吧美元，但是这个 MST 啊，它就只有110几美元、120美元左右。但是这个比特币现在它涨到7万4了，今天是7万4、7万5左右。那这个 MST 啊，它也只有到150左右，对吧？就是说，有时候，当然了，就是说有可能后面 MSTR 啊，比特币突破了一个，比如说一个瓶颈，这个 MSTR 就给你狂涨啊，这些什么 Coinbase 给你狂涨，这都有可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涨了，那个没涨啊，就你买了这个比特币，哎，它涨了一点，对吧？就说你心里面好受一点，就像你有的账户你在跌，哎，这个账户你再涨一点，你可能心态上也会好一点，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未来呢也是可以去配置的啊，就对我自己来讲。那么，其实我之前说了，我说我空下来我会分享一个，就是我买了一个什么数字货币平台啊，就是购买的，我在那里购买啊，我可以分享一下。但一直很懒，我一直就没怎么录视频啊。那么最终呢，就是我讲了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就是其实它只能够短暂的去影响股市啊。当然，这个造成的波动其实也并不是说是它要让股市涨或让股市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政策，或者说什么美联储今天说什么东西了，就股票就涨了，股票就跌了，没有人能够完全影响啊。只能说就是说，在市场中永远有赚钱的人和亏钱的人，那么赚钱的人永远他会利用这些政策成为他手中的工具啊，他非常了解亏钱的人的这些人的心态，那么最终呢达到他们的盈利的目的啊，好吧？那么我对未来的这个股市呢，我是抱以平常心的啊，我觉得未来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要涨一波了。它要突破之前的一个高点啊，比如说我现在可以预测，比如说 Coinbase，它有可能会突破之前的，比如说200美元，或者它磨一阵，对吧？然后你像这个 MST 啊什么这种的，或者比特币什么，我认为它都会再往上涨一波。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像那个去年啊，我经常说的一只股票就是英特尔，英特尔我在18块买进，40块左右卖出，对吧？
那这个股票，其实我去年就说了，就是它最终会涨到100块，但是它的过程很慢。那现在这个英特尔，它已经涨到50美元以上了，就它其实还是慢慢的选择了开始要往上走了。那么这个往上走呢，就有可能是逐渐的要到100美元，当然还是要一个周期啊。但总的来讲，就是可以依照这些判断，这个股市呢开始要慢慢的要往上走啊。我认为就是，除非发生了这种特别难以置信的事情，不然的话，这个现在的股市呢，应该要往一个好的方向开始慢慢的上涨了啊。当然了，我之前的一些判断还是我觉得有效啊，就是说还是要看一看，比如说川普马上也要去中国或者说后面的下半年的一些情况啊，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分析啊，也和大家随便聊两句啊。大家想听一些什么东西，也可以跟我留言啊，我呢也可以就是找一些素材，对吧？本来我这两天还要讲一个那个，就是巴菲特啊，他之前有一个给股东的一个信啊，说就是年轻人应该怎么样的去投资理财，给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很好啊。我其实很想结合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去讲一讲。我觉得下一期吧，就讲这个讲一讲这个巴菲特和年轻人的就怎么样让年轻人去投资理财，给到我们这些人的一些忠告和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好吧？那今天就聊到这里。